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面粉们，今天没有出大事儿呀，但是后天要出大事儿了，后天火币要清退了，这可咋办呀？咋办？不咋办，面具人已经给你们找好路子了。今天咱们主要来讲3个话题啊，第一个话题是有关于安全的话题，安全。那这个话题很重要啊。那咱们今天的第2个话题啊，我准备再给大家讲一次最近炒得热火得很的元宇宙概念啊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呀，面具人要说一下比特币凶相毕露的事儿。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，一定能够收获多多的啊，至少不让你亏钱，甚至呢还能让你找到一些盈利的机会。因为我在节目最后呀会公布一个财富信息的。哦，对了，恭喜这位观众朋友啊，获得了转发面具人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奖活动的这位观众获得了大奖$500直接转账哦。以下呢是他的获奖感言。各位面粉们，你们想要获得大奖的话，积极转发面具人的节目，并附上我看面具人节目赚钱了这句标语就 OK 了啊。你转发的频率越高，你获奖的概率也就越高。本月呢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神秘的大奖，是能让你们赚大钱的大奖哦。那我们看完这位观众的获奖感言，就进入正题啊。那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保命、保财、发财的机会，可别怪我哦。来看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陆的90后，我也是此次面具人颁发的神秘大奖获得者之一。我是一开始从面具人，看面具人视频长智商的时候开始接触面具人的，他让我认知到我们家里的这几代人一直不开心，生活一直不好的原因在哪里？刷新了我的认知，让我萌生了这个想离开红色土地的想法。由于呢受制于经济条件，现在呢就拼命的存钱，到现在呢就是通过面具人的财经币圈视频，也赚到了一些钱，就是朝着方向努力吧。然后就是其实我也是蛮感谢面具人的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也给了很多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选择。然后最后祝大家能有机会出去就不要买股红地。首先来讲一讲最近有些博主在网上带节奏吹得神乎其神的 ATM 机存款买币的事情啊，现金存款买币。那现金存款买币其实早就有了，可为何共产党和他们的大外宣在火币币安清退之际，现在才拿出来炒作现金存款买币的这个事儿呢？嘿嘿，面具人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里面可有大阴谋呢。你们听完我接下来讲的，就知道这中间的套路有多么的危险了。现金存款说白了，它只是一种转账方式。比如说你在币安，你在火币、门罗，你去买币，你是可以选择直接网银转账、手机银行转账，那你也可以选择银行柜台转账以及现金存款。人家卖币的那一方，他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把钱转过来的，只要你把钱到账了，你这个钱没问题就 OK 了啊。你只要让他能收到钱，谁管你是柜台转呀还是现金存款呢？方式你自己可以选择，对不对啊？面具人我就纳了闷了啊，这个现金存款它只是转账方式之一而已，你在哪儿买币都可以用，怎么现在就吹得那么神乎其神了呢？而且呀，面具人我要告诉你们，现金存款它未必就安全。为啥？你听面具人我告诉你这个道理对不对啊？你们来听听。我告诉你，现金存款是有可能让你的收款方更加安全，因为你存的是现金嘛，收款方不容易被风控。可是呢，作为买优的人，你们各位呀，你们想买优，你是不是就得去银行的 ATM 机存钱，对吧？那你们应该都知道，银行的门口包括 ATM 机是有24小时监控的，对吧？包括保安啊。
你进银行门口前啊，包括它的大街对面都会有 N 个监控，并且呢，存款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摄像头正对着你，对吧？而且呀，这些马路上的、银行门面上的，包括 ATM 机上面的这些摄像头都是有人脸识别的。所以说呢，现金存款它也是实名制的啊。你别觉得好像你现金存款了以后就是匿名的啊，或者说你让别人帮你跑腿儿，那帮你跑腿儿的那个人也会被查出来，对吧？那反过来想啊，你用网银转账反而还不容易被确认身份，因为像这种手机账号呀、网银账号呀是可以套用的，你可以借朋友的，可以买银行卡，可以买别人的身份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你们以为交易所的软件它就算没有 KYC， 它就不能抓取你的身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所有的 APP 啊，包括交易所的 APP， 只要你安装了啊，这个软件后台它只要想就可以偷偷的开启你的摄像头，明白了没？是不需要你做任何授权的，它就能给你偷偷的开启，明白了吧？难道说你玩手机你是背对着手机玩的吗？你肯定是对着手机屏幕这样看的啊！当你一对着手机屏幕，那摄像头早就把你的脸、把你的身上，甚至把你偷偷撸管都能抓下来啊！你们知道那些个看黄片的 APP 里面是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偷拍视频不？哎，就是因为某些这个老色狼啊下了那些个看片的 APP， 然后呢，他的摄像头其实早就被打开了，然后呢，他做了某些行为呀，干什么事情呀，甚至上厕所呀，都已经是能被这个手机偷偷的拍下来啊。比如说你蹲着坑呢，端着个手机，蹲着坑看手机，人都是能给你拍下来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啊，面具人，我想要告诉你们，网络世界啊，软件世界里面是没有隐私的，并且呢，你们要记住，你的交易是否安全，并不是说，是取决于你的转账方式，你现金存款不存款啊。你的交易是否安全，你的资料是否安全，完全取决于交易所是否把你的数据给共产党了。只要这个交易所有中资，或者是你们都知道，现在的中国企业都是有设立党支部的，对吧？那它既然设立了党支部，它不归党管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也就很明显了啊，既然这个交易所是中资的，有被设立党支部，那它这个交易所所有的数据都是会归党管的，对吧？不管你是什么网银转账还是现金存款不存款的都没有用，大数据想干你就干你，想知道你是谁还难吗？不难。并且呢，站在交易所的角度上来说，说封你的号照样封你的号。别忘了，你们注册交易所软件的时候是要打勾的，是要同意他的协议的。人家那个协议里面明文条款就写着呢，这个最终的解释权嘞都归官方所有嘞。然后呢，再结合大背景，你们再思考一下，为何共产党和他们的大外宣在清退之际，现在才把这个现金存款拿出来炒作呢？为啥？为啥？给你们5秒钟时间思考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。为啥？因为他们要回收现金人民币。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各位观众，各位面粉们，你去存款的时候，你去买币的时候，你们又怎么能知道收你现金人民币的那边的那个人是谁呢？那边的那个人是不是我党开的号呢？对吧？你没有办法确定。并且呢，共产党它现在是急缺人民币呀，人民币是国际流通货币，对吧？那共产党要去外面一带一路大撒币，它可不得需要人民币吗？对不？而且呢，你们再观察一个现象啊，你现在打开百度，百度现在一推送，天天都是延迟退休呀、增加社保缴费门槛的文章，对吧？打鸡血、心理按摩，给你们麻痹心理，慢慢的就让你们接受了，对不对？你别嗷嗷了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你看百度它现在都天天要推广什么延迟退休了啊，增加社保门槛了，提高收费了。
哎呀，我的哥呀，你让我讲完行不行？想吃奶了。哦，来看一下愤怒的小鸟。它这哭起来跟这个小孩哭是一样的。好好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好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啊！我刚说到哪儿了？共产党他为啥要搞延迟退休，要增加养老金、社保的缴费门槛呢？为啥？不就是因为他没钱了？而且呢，你看大陆的这些公务员们也都被降薪了，为啥？不就是因为党没钱了？没钱咋办？没钱就收钱嘛，就搞钱嘛。那你以为为啥现在这些大外宣们都开始炒作啊？这个清退了以后，你们就可以现金存款了。那我作为共产党来说，我当然欢迎你赶紧把现金存过来呀，存到我指定的交易所里面，对吧？省得以后，我数字人民币推广了以后，你们把现金都藏起来不上交，对吧？现在可好了，你自己把现金送上门了，把现金给我党存过去了。你们以为共产党不知道是你存的钱吗？你真当大数据是吃素的？而且呢，你又怎么能保证某个中资交易所不会响应党的号召，把你给共产了呢？不把你给封号了呢？不把你给上报了呢？你把钱存在那些个交易所里面，那些交易所是随时可以把你搞了的，或者呢，有两种搞的办法啊。一种是明着搞，直接就把你封号了，把你上报了，直接就把你交给派出所了，说你是黑金，你有什么洗钱不法行为，对吧？人那个交易所平台里面明确就写着呢，某些不法行为，来路不明资金是要封你的号的。但是嘞，这个不法行为怎么不法，怎么来路不明，就跟共产党那个电视认罪一样，说你有罪就是有罪啊。怎么界定？不界定，我是交易所，我有权利我是共产党，我是红色贵族，我说的算，说封你就封你，对吧？这是明着来的，最暴力、最不要脸的玩法。还有暗着来的，暗着来的就是什么？给你带节奏呀，下套呀，让你开合约呀，或者是追涨杀跌呀，又空又多呀，把你套到高点，逼你割肉呀，拔网线呀，不让你出金呀，逼着你看着那个K 线一直往下走红下跌，你就忍不住割肉了，你把钱全亏光了，对吧？这样也不用给你退钱了，是吧？也把你的相当于你现金人民币存进去的钱给没收了，给收没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要记住，无风不起浪，懂了没？早就有这种现金存款的转账买币方式了，为啥现在要拿出来炒作？你得长个脑子想一想，无风不起浪。好，咱们再来讲一下比特币啊。比特币最近真的是凶相毕露啊！看这两天的走势，是不是正如面具人我所说的，他总是在那些个专家博主、名流、名嘴专业人士嘴里面说的，比特币到了4万9、5万就是反弹点了，就是突破点了，就是支撑点了。我支撑你妈！我真的我又想骂人了。那个 K 线呀，就感觉好像是这个交易所是你家开的一样。那个币的走势呀，那个币的交易量呀，怎么交易，谁怎么交啊，谁怎么那个买交到他妈，我真想骂人了。这世界怎么样的运转？难道就是因为你 K 线一画，你是神笔马良，你是灭霸你有无限手套，你一画，这个现实就被你修改了？可能吗？神笔一画，天下霸业尽在掌中。你不是丢人的吗？恶心不恶心？多大的人了，还信这个玩意儿，对吧？比特币你看一下，看看以太坊，你们看看，是不是都在那些个博主说的所谓的4万9、3900的这个支撑点、突破点的这个范围，一到这个地方，哗就猛地跌下去跌下去之前呢，还要向上插一根针。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你在这个点位做合约，你是稳稳的要被爆的，不管是涨还是跌。而且呢，你在这个点位买现货，你是绝对被套的。就算你是做长线，但是嘞，你的利润期待是不是就会降低？因为你买到高点了。
各位观众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啊，你觉得这一次所谓的暴跌下跌结束以后，比特币会回涨到多少？会涨到多少啊？你觉得呢？6万、7万、8万到头了吧？哦，你现在从5万买，然后呢，它就算涨到8万，也就是50%多的收益，对吧？60%的收益啊，你还想着怎么样？比特币到100万啊，翻100倍，可能吗？现在比特币、以太坊的资金池已经够大了，它还能怎样去翻倍？难吧？就为了个20-30%的利润，然后你就要冒着被割肉被洗脑的这个风险。你们觉得这个风险和利润相比划算不划算？这个利润期待大不大？不是很大吧？风险反而很大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还有更好的选择。最近市场大跌，很多的币是不是都已经跌回了5月份519大暴跌的那个惨状了？可是呀，你们看一看面具人我这1-2个月抓给大家的币，雪崩啊，共识强不强？雪崩链上的这几个项目是不是都没有跌的那么惨？为啥？这是不是印证了我之前说的这个链技术项，而且呢操作难度高，一般来说呢还就是喜欢这个玩意儿的人才去买啊。那些容易心慌的容易割肉的小白还不一定进来。小白们都喜欢玩那个傻瓜式的币安链，一键买币一键割肉，对吧？雪崩链上的这些币，你们仔细观察，它还没跌到5月份那么惨，而且呢就比上个月来说它都是涨的。雪崩现在还是80-90块钱，对吧？面具人我上个月推它的时候它是多少钱？50多，对吧？它连上个月的水平都没跌回去呀！而且我们再来看一下雪崩链上面的这个明星项目、潜力项目企鹅币 PEFI，PEFI 猛得很。你们看一看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啊？你们一会儿看完我的节目可以去搜一搜。企鹅币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大跌的时候，它依然是稳步向上突，并且呢还站稳了高点1.5美金。而且呀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关键信息啊，越是临近月底企鹅币的 IDO 出来之前，你们抄底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了。而且企鹅币今天发布了一条神秘的推文，只有简简单单的2个字母，叫做 GM， 全称应该是 Go to Moon， 上月球的意思。玩过狗币的都知道 Go to Moon 是啥意思，对吧？就是暴涨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联想一下，上一次企鹅币暴涨到1.7、1.8美金的时候，企鹅币的项目方也是提前的在推特上面发布过一条只有2个字母的 GM 的推文。所以呀，各位观众，接下来企鹅币会发生什么？你们可以预判，可以猜想，可以联想一下或者是究竟该怎么做，你们自己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了，企鹅币就是面具人我建议的，对吧？我现在自己也买我自己买了，所以我才敢建议它我不学那些个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名人，什么我的言论不形成任何投资建议面具人我好歹也算是一个小名人，对吧？我既然说出来了，当然就有影响力，当然会形成投资建议的，对吧？就像那个脱了裤子又不想负责任一样，对吧？面具人我把裤子脱了，我就说我把裤子脱了，怎么样？而且呢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现在可以猜一下我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穿着裤子没有你们可以打开脑洞联想一下好了，不开玩笑了总体给大家来说一下15号火币清退，不管它是暴涨还是暴跌，这中间的利润和亏损都是大概能估算过来的暴跌的话，那比特币很有可能走向4万整，甚至戳到3万9，对不对？它暴涨的话，它能涨到多少？涨到5万多一点有意思吗？但是呢，你现在大金额买入比特币了，跌下去了咋办？对不对？你既然博那种低利润期待，你还不如博高利润期待呢，对吧？你去贪那些个主流币的浑水干啥嘛？你干得过大数据吗？是不是？
OK，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，交易平台一定不能用中资的，用台湾人的话来讲，那就是中共同路人都不能信，包括那些个什么假反共、真大外宣的，那些个打着民主反民主的特务，天天煽动美国人拿枪上街干啊，不服政府就要闹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服政府就要闹，没问题，行使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。但是嘞，你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些民主斗士啊，他们说，哎，美国人可以拿枪上街干死政府，哪个政府不好就把他干下来，哎，但是嘞，在针对大陆人、针对香港人的游行的时候，他们可不说拿枪拿刀上去干了，他们就给你说，哎，对政府要讲道理，要合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啊，要跟共产党讲道理，不能闹事儿啊，我们要展现自己的克制忍耐啊。他们对待共产党的时候，可不说拿枪拿刀上街干了啊，但是呢，他们对待美国政府的时候，哎呀，民主呀，拿枪给我上街干，行使这个持枪权。这帮人到底是个什么操性？你们现在应该能看明白了吧？哦，对共产党不能用武力，对美国政府就可以用枪用刀。哎呀，他们到底是真反共，还是真维稳假反共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是支持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啊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共产党他是完全有能力双面布局的，他又不缺人，他又不缺钱，他又不缺能力，他有啥做不到的？忽悠这些傻子底层老百姓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在选择自己的钱放在哪里的时候，一定要仔细的考虑好啊。反共的人开的交易所，就像某个人，算了，我也不提了，你们应该都知道啊。挺共的人开的交易所，真的都安全吗？对不对啊？面具人，我虽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好的平台，但是呢，因为安全问题啊，我现在是不能对外开放的。我这个平台是仅供开放给我的会员使用啊，并且呢，能让他们赚点小钱。因为外面的人实在是太杂了，我现在还在考虑是否要公开给各位。各位观众啊，如果有想要参加的，等会儿呢可以联系我，我在节目最后会把我的联系方式公开啊。然后呢，哦，对，我开头说要讲元宇宙的这个事儿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今天不能多说了。总之呢，面具人我讲的东西灵验不灵验，我对政治和经济的判断准不准，从武汉疫情到大选，台湾大选我说蔡英文赢，对吧？美国大选我说拜登赢啊，怎么每一次都让面具人我瞎猫怼个死老鼠怼上了呢？而且呢，包括中共台湾的这些政策，我哪一个没说准啊？包括全球右转、钱包实名制，是吧？韩国啊、日本、台湾现在都已经把这个钱包实名制的法案提上议程了啊，包括大陆了，对吧？包括共产党了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总之呢，你们各位如果想要跟我了解保命保财的知识，如何最优的处理自己的资产和投资的话啊，包括想赚钱，如果各位有想要参加面具人的会员专属项目，布局接下来的像 Axie 塞拉的这种稳赚几倍的早期预售的，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等我处理完企鹅币的这个 IDO， 我还会有更好的翻倍项目给大家推荐的。企鹅这个月也能让你们赚到钱嘛。总之呢，好项目，面具人我就会推，那种垃圾项目，你看面具人我几个月了，对吧？翻一翻，我也不是高频率的去讲一些新的玩意儿，但是呢，我只要一讲，不说多，我不敢说10个里面10个让你赚钱啊，10个里面7、8个让你赚钱还是没问题的。当然了，我的会员就更准了，因为我是先让会员进来赚到钱了以后，然后才公开给散户的。所以呢，会员就是多一层保障，多一层盈利啊，他的这个盈利期待更大。算了，不多说了。你们也可以去学那些个什么某大神的画画班嘛，某个大人，今天这个 K 线那个形态啊，什么大腿形态呀，碗底形态呀，
你别了，祝你好运。哦，对了